你都10幾年了，你為什麼要在志願表當中填不服从調劑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王，我是小汪。今天我們来聊一個跟高考有關的事兒，應景一下。首先，祝今年的考生都能考出自己的历史最高分啊！哎，都高分，那不相当于沒有高分了嗎？就也對，胡心記思維深入骨髓啊！你是我可是沒有。我們今天聊的呀是3位獨特的高考專業戶，這3個人啊加在一起參加高考的次數啊是50次，可謂是高考的常客，全明星。不會有一個是俞敏洪吧？沒有。這俞敏洪好像還是考了3次啊，他這3次高考經歷還夠不到咱們這3位主角的門兒啊，尤其是其中有一個人，他是參加了4次高考，2次考進清華，1次考進北大啊，平均他每次高考拿了650分，就平均分650啊，但他每次一進去待不了多久就被退学，然後又跑回去再考一遍，外界說他是考神，他自己改了個名字叫张空谷。還有一個人呢，是從2009年開始考，一直考到2024年，考了16次，16年啊，前前後後被政法大學、廈門大学、上海交大都錄取過。這個人也是這種高考常客裡面最有名的一位，叫唐尚俊。但是啊，他1次都沒有去讀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他一心要考清華。最後啊，在第16次的時候，他考了601分，被華南师範大學錄取了，才終於走進了大學的校門。這我感覺已經有點心理疾病了呀！這16年都夠一個人從小到大長一回參加高考了。沒辦法，有清華綜合症，就想上清華。還有一個人呢，不太知名，他今年已經59歲了。參加高考足足有30次，第一次考是1983年。你想，1983年很多人沒出生的，對吧？那個時候他17歲。他現在是四川的一個商人，早就已經不靠大學文憑來過活了。但每年高考啊，他都要進去，要坐在考場裡去考一把。今年2006年也不例外，他剛剛參加完了高考。這3個人可以說構成了中國高考歷史上最奇特的一個群體。今天我們就把他們的故事分別說一說。先來說這位全明星的第一位啊，張飛啊，出生於四川廣安岳池縣，1983年出生。他現在這個名字叫張空谷，這個名字是他自己改的。改名這件事兒我們後面會聊到。先從他怎麼走上這條道啊說起。張飛這個人其實他天賦很高。你想他能考2次清華1次北大，這天賦是低不了的。記憶力和應試能力都很出眾。雖然他天賦異禀，但小時候這個求學路並沒有一路順遂。在14歲的時候，他初中畢業，他先考上了四川省的一所郵電學校，應該就是中專哈。大家知道，在那個年代，他能考中專，那基本上相當於類似於接近考清華。確實在初中考中專，那都是水平相當高的人。然後他讀了2年，因為比較調皮，還等等一些其他因素就退學了。退學之後，他回到了岳池中學來復讀。那第一次正式參加高考的時候啊，沒考上北大，是被復旦大學錄取了。復旦啊，這換普通人就已經很知足了。但張飛他第一志願是北大，沒去成，所以他就選擇了繼續復讀。2003年呢，他在廣安市岳池縣第一中學來進行復讀。這一次呢，606分又考了北京大學，這當時也算是標準的考神級別了。然後呢，他進去了。進去之後沒多久，開始沉迷網絡遊戲，然後7門必修課不及格。2004年被迫退學。你要一般人啊，退學之後肯定備受打擊嘛，然後可能就放任自流，或者是找份工作了。但人家沒有啊，退学之後他換了個地方，從廣安來到了臨市南充，在南充11中來進行復讀。2005年他第3次參加高考，這次發揮得非常好，703分，足足多了100分啊。南充市理科狀元，然後直接考入了清華大學的數理基礎科學專業。703分考清華，放在哪個省也都算是凤毛麟角了，因為750分滿分嘛，所以大家都以為這下他穩了嘛。結果呢，進清華之後，老問題又來了，沒修滿學分啊。那你想，這沒修滿學分，以他的智商，那肯定又是沒有好好學習。因為清華它雖然進去很難，但是在裡面，如果你各個學科的考試難度其實並不高哈，只要你正常做作業就能夠最起碼及格是沒有任何問題的。对呀，而且我觉得再不好好学習，也不至于说掛這麼多科被退學呀。因為你看學校他都會給你補考嘛。我記得我們那會兒上大學的時候，也有很多同學翹課呀，然後不好好學，然後掛科，反正老師最後都讓你補考。而且補考的時候，說實話，我感覺老師也是睜隻眼閉隻眼，沒有哪個老師真的為難你，好像要把你退學一樣。但是補考應該也是有限制的，就是你可能補1-2次可以，但是你補太多次也是會被退學哈。所以2006年啊，他也再次被退學了。
那你想，2次頂尖名校，2次退学，这个时候啊，任何人都会非常痛苦，对吧？那张飞本人也非常痛苦。他后来说呢，他其實也很痛恨自己，但是呢，就好像控制不住自己，又沒有辦法。他就是那種明明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，自己現在做的事兒又是不對的，但是他就控制不住自己，然後他就做了一件讓很多人非常意外的事兒，改了名字，把張飛改成張空谷啊，頗有一種金庸武俠世界的感覺，有一點是不是要出世的感覺？獨孤求敗。他可能是想用這樣一個全新的名字呢，徹底跟過去切斷，然後第4次再次回到了南充實中來進行復讀。這一次啊，復讀的過程其實挺狼狽的，因為他這次壓力非常大呀。你看，而且中途呢，他就一度又再去跑去網吧打遊戲。根據報道啊，當時他1個月花了1600塊錢在遊戲上，直到距離高考只剩2個月的時候，他才回到學校又拼命學習。第一次模擬考試呢，他只考了200多分，這我覺得有點匪夷所思。按道理這麼雄厚的底子，閉着眼睛，他只不過是1年沒有學習的話，閉着眼睛也能考個500-600分，應該就500多分，我覺得起碼應該不是問題。但往後啊，他每次就都在漲了。最後呢，在2007年的高考，他以677分，南充市理科第2名的成績被清華大學錄取了，又錄取1次啊。這一次呢，他又去讀了哈。所以你看他4次高考，2次清華，1次北大，1次復旦，總得分加起來是2599分，場均650分。這個成績放在任何一個年份，那已經都是頂尖水平了。所以給了他一個稱號叫場均得分王。還有一點值得說啊，就很多人覺得張飛呢是在鑽空子，說進去拿一下獎學金，然後再出來，然後再考，再進，再拿錢。2007年呢，他第4次高考之後啊，網友就網上就出現一篇帖子，說他是職業高考考生，說靠這個清北的獎學金反覆牟利，因為當地的政府會獎勵這個考上清北的學生嘛。當然這個說法啊，後來遭到他本人的否認，說他自己根本沒有拿到多少獎學金。首先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呢，他就沒有拿多少獎學金嘛，因為每次進校他就開始掛科了，所以學習上是拿不到清華北大內部獎學金的這個要求的。至於他高考每次得到政府的獎勵，其實那也沒有多少錢，就算真有的話，是吧？那他完全沒有必要搭上自己的青春以及機會去賭，因為萬一他第2年考不上清華或者北大呢？你想這麼聰明的一個人哈，相對於他早點畢業，然後到真正的工作崗位上去賺錢。然後工作的越早，那後面其實積累的經驗就越多，後面同樣的年齡他拿到的報酬其實是越高的，這筆賬他不會算不過來，所以他肯定不是在算計什麼獎學金，他只是真的很會考試，然後又真的很難適應大學的那種學習生活方式，因為大學裡面這種學習生活完全是沒有人管你的，你都是放任自流的，不像高考哈，就有一根鞭子一直在後面抽着你。這種應試和學習在大學和高中是完全不同的2種學習方式和環境，所以張飛肯定是那種呢，就是別人管，他就能學得很好，沒人管他就會放任自流，自控能力比較差的這樣的一個人哈。在清華畢業之後啊，張飛基本上他也就淡出了公眾的視野，他也後面沒怎麼接受採訪啊，他也沒有借着這個高考的機遇這些知名度來做網紅，他現在就是安靜的過自己的日子。他當年改名叫張空谷，大概也是真的想安安靜靜的過那種空谷幽蘭的生活。再來說最有知名度的這個叫唐尚俊，幾乎你可以他在高考那些年哈，每年他只要一參加高考，都會有媒體來報道他。唐尚俊啊，是1989年出生，廣西防城港市上思縣人，一個偏遠山村裡長大的孩子，這個是。2009年他第一次參加高考是考了372分，沒能過本科線啊，那所以他復讀是理所應當的。372分這個起點啊，比張飛的起點是要低太多了。但他後來走的路呢，比張飛是更長也更複雜。2009年到2024年，唐尚俊呢一共參加了16次高考，16年一次都沒有間斷。他這個分數軌跡也是非常清晰。最開始幾年呢是慢慢爬坡，2009年的372分，然後2010年405分，2011年475分，到2013年第一次超過了500分，然後2016年達到最高峰625分，在廣西已經可以衝擊很多頂尖高校了。這一年他也被錄取了，但他沒去啊，他一心就想考清華，這個分啊還是不夠上清華。之後幾年，他的成績就開始波動了啊，不再穩定的上漲。有時候啊考619，有時候降到570，他就陷入了一個很典型的困境，就是峰值已過，但又不甘心就這樣算了。
所以網上有個說法嘛，能上清北確實要靠天賦。就唐尚俊他就證明了這個道理，就是你再努力哈，你如果天賦一般的話，你即使你考很多年，積累那麼多年，反反复复的這些知识點，反复的学習，你也是上不了清华。而且我还是得说，这真的这几个例子只能说明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你说，就算这个孩子，就这个学生，他一根筋非要上清华，那他周围的老師呢？學校的老師呢？他的父母呢？就沒有人去真正的去找他進行心理的疏通嗎？首先，且不說清華畢業生就一定怎麼光環閃耀，對吧？也有很多其他學校的學生畢業也有很好的工作，甚至發展的比清北的還要更好，對嗎？而且第二，人的青春多寶貴啊！就是我覺得他的父母和學校應該給他進行一些心理疏導。就16年的人生多寶貴。對，還是說他就不差錢，我就把這個當成一個人生，我就是刷經驗。沒有，他出身家庭比較普通，甚至可以說有點貧窮，所以他這肯定不是沒有人做過這個方面的工作，肯定做過呀。但是你想，他這個分數就有點尷尬，高峰的時候還接近那個清華的門檻，能夠一夠好像就要夠到了，然後他自己也不甘心，這周圍人勸也勸不動。而且他又不是說那種啊500多分那種硬要上清華是吧？他其實已經600多分了，所以就處於那麼一種尷尬的階段，再加上又那種牛角尖式的死胡同，他走到這裡面去了，所以兜轉了16年。好在最後啊，在第16年的時候啊，他終於走出了這個困境。這16年裡啊，他被錄取的學校名單拉出來，其實也有不少正經的名校，比如中國政法大學、廈門大學、廣西大學、重慶大學。2022年那次哈，對597分，還被上海交大這個護理專業給錄取了。所以身邊當時他的家人朋友也都在勸他去，但他還是放棄了，說專業不合適啊。雖然上海交大是個名牌，而且他當時說他感覺發揮點失常，因為沒上600分嘛，就覺得明年應該能考得更好，所以他就這樣一次一次的說再等一次。唐尚俊被更多人知道呢，是因為一部紀錄片。2016年，他的摯友何漢利拍了一部叫做《高10》的紀錄片，一般是高3嘛，是吧？高10記錄了他高考10年的經歷啊。播出之後啊，引起了非常廣泛的關注。那部片子裡的唐尚俊啊，可以說不是什麼勵志的符號，就是一個普通的，然後有些迷茫的年輕人，夾在了那種不甘心和不知道還能怎樣之間，就這麼年復一年哈，可以說也是讓人挺唏噓的。那他為什麼要一直考？他自己的解釋是哈，在這片子裡說一開始呢考得不好，覺得至少呢要上一個本科啊，這可以理解。然後後來呢分數提高了，覺得說不定能衝更好的啊，也可以理解，就繼續考。考得好的時候就覺得再拼一年，清華有希望。這一開始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是吧？考得不好的時候呢，然後不甘心呢，就這樣收手。這前面幾年是可以理解，但是後面幾年其實就應該其實他面對現實了。他這兩種心態不斷交替啊，就把他鎖在那個復讀室裡面整整16年。2023年那次呢，他還特意跑到河北去參加高考，想換個地方試試。結果呢，遇到了一些阻力。他後來說啊，那次是他最大的遺憾。其實這種方式啊，應該是違規了，因為中國一直在限制高考移民嘛，因為各個省之間的高考的分數是非常不均衡的哈，教育也不均衡嘛。在2024年的時候，他最後一次在廣西參加高考是601分，排名在廣西的7000多名，比前一年又跌了1000多名。所以這一次呢，他填報志願時候勾上了服從調劑，最後啊被華南師範大學信息工程專業錄取了。601分去了華南師大，對他來說呀，確實是落差很大。他原本就希望讀這個師範類的化學或者數學，但後來又被調劑到了信息工程。信息工程有些人喜歡去，但他又不太喜歡。網上有不少人就猜他是不是又會再次放棄，再次復讀。但這一次啊，他沒有，算是對現實妥協了。他宣布他去讀了。所以16年8909分一共得了啊，場均是556分，36歲。走進了大學校門，但是他失去的16年青春啊，在大學畢業之後，又如何去面對職場和他的未來的人生呢？對啊，而且我覺得大學經歷之所以寶貴，就大家都處在那種青春年少的時候，跟同齡人一起，是吧？你說你36歲你去，你可能是你同學的年齡已經翻倍了，大家都是18歲去上的大一，然後你36歲，你可能大學生活在同學眼中也是非常格格不入的。而且你要知道啊，他如果當年
前幾年就去參加高考之後考得還不錯的時候，他就讀大學，然後畢業就業之後，他現在應該是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生活了。对呀。但是現在你想，他2年之後才能畢業，2年之後再畢業的時候，現在面臨的就業市場是個什麼狀況，大家也都清楚啊。對，而且你在同學眼裡，大家可能也會覺得你有點像怪胎一樣的那種感覺，你的社交啊，還有就是各種吧情感啊，我覺得都是不太健康的。对，無論從心理上，從個人生活上，就業的職業的發展前景上，其實他錯過了太多了。最後說梁實啊，梁實呢，1967年出生啊，你想想比他们大了多少？四川仁寿县人，今年59歲，今年仍在參加高考。他出生在一個教師家庭，但他家裡兄弟姐妹幾個呢，一個都沒有考上大學，所以大學夢啊，從小就在梁實的心裡就放着。1983年的時候，他第一次參加了高考，那一年啊，他才16歲，從此他的人生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軌道。國企改革浪潮裡，他離開了他原來的單位，然後就下海經商做生意。上個世紀末的時候，其實他已經賺了幾百萬，已經成為非常標準的四川商人，也算是富人了哈。然後他結婚生子過日子，其實日子過得挺好哈。但他每年呢都要去參加高考，可以說這已經成為他一種生活方式，每年一次的一種期盼。從1983年到2026年，43年裡，他一共參加了30次高考。那為什麼不是每一年都去呢？還不是他不願意去，而是因為有一段時間裡面，中國對這個复讀和社會考生有一種限制。他是在這個高考報考制度改革和社會考生可以自由報名之後，才得以連續參加的，一次都沒落下。這30次高考裡面，他沒有被任何一所他所心儀的大學所錄取，他的最高分是2018年的469分，可以說也不錯了。你看這麼大年紀啊。那超過了當年的這個四川理科2本線11分，但他說呀，這個選的學校範圍太少了，可選的範圍太少，不甘心，沒去報到。他的目標呢，一直是這個四川大學，就是他離他家也不遠的那個985啊。你看他畢竟是商人嘛，還要繼續經營他的生活，還要照顧家庭，所以最好就考在這個家鄉。他說進川大呢，是他從少年時代起就有了一個心願。隨着這個年紀越來越大，他也開始調整預期了。說只要能上一個好一點的2本也不拒絕了，但本科這條線啊，後來就始終沒有邁過去。2025年啊，他第29次參加高考，454分，距離四川省歷史類的這種本科線差了13分。2026年，他宣布參加第30次高考，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啊，他就說現在狀態很好，感覺亂考都能上550分。之後他又說呀，每次考完其實他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就是找不到原因，怎麼就是分呢好像就沒有達到自己理想狀態。他說啊，這第30次，也就今年這次，可能是他最後一次了。但是其實他在第29次的時候也說過同樣的話，所以估計明年他會參加第31次。這位梁實啊，他是在每年的10月份左右開始備考，也就是在上一次高考參加完之後，給自己放一個3個月左右的小假，然後呢，在高考前每天複習10個小時。他也有自己的生意嘛，所以他有家庭，還有正常的社會生活，所以他應該每天也都是忙忙碌碌的。但是每年一到了這個預定的時間，他就會出現在考場門口，就像一個約定好的儀式一樣，每年一次。有人說他是真的在追夢，有人說是蹭流量。這些年他確實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啊，每到高考季呢，媒體現在都會去採訪他了，取代了唐尚俊的地位。但梁實呢，他自己的說法很簡單，就是說完成自己一個10幾歲的心願，不相信自己永遠考不上大學。可我覺得這3個人的這個故事聽下來哈，我反而覺得他相對於是這3個裡面最正常的一個，起碼讓人覺得沒有心理疾病。因為你看人家按部就班自己的生活是吧，結婚啊、生孩子啊、經商啊，該做的都做了，就每年去參加一個高考，其實就感覺好像就是有點像，咱就說像打一盤遊戲一樣，反正就是那種感覺，就是我每年去參加這麼一個事兒，而且考上了他也不一定真的去讀，他可能就是享受一下這種去參加考試這種經歷吧。然後而且他覺得等他老了以後，他回憶起來還挺有特點的。而且呢，你說他如果真的要不差錢，咱就说就想去享受一下這個校園時光，那就花點錢去讀一個好一點大學的什麼工商管理 EMBA 啊，其實也完全可以。他之所以不去讀，然後就是每年去參加高考，我覺得他無非就是想經歷一下這個。前2個我聽下來是真感覺是心裡已經有點問題了。對。這個梁實他既不像張飛那樣屬於天才型的應試能力，也沒有像唐尚俊那種對清北抱有那種極度的執念。他就是好像在做一件沒做完的事兒，就每年就提醒他搞一把。
所以你看他的名字啊，你看叫梁实嘛，名字里有个实，就踏实充实的意思。然后也有点像那个《黄粱一梦》里那个执念那种感觉啊。其實以他的這個成績啊，雖然年齡比較大了，但是他這個考分能上一所大學，其實也並非遙遙不可及啊。他這種固執其實也成為他人生的一部分了哈。講完這3個人的故事，其實也挺讓人唏噓的啊，尤其是前面那2位張飛和唐尚俊，他們錯過了挺多東西，沒有把握住很多東西。每個人的人生路確實都不一樣，但是在嘗試之後啊，及早的放下一些執念，去過好自己的生活，對每個人來說才是最有意義的。本期就講完了，下期再見。下期再見。